第8课，外遇的震撼与背后的真相。那天晚上，他照常洗完碗，进了房间，看到他的手机荧幕还亮着，一封讯息跳出来：今晚你抱我时，有没有想到他？1秒钟，他的心从胸口掉在地上，碎裂的没有声音。他盯着荧幕，指节发白，脑子却一片空白。不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而是太清楚了。他最熟悉的那个人，竟然背着他，跟另一个人有这样的对话。他以为自己会大哭，会暴怒，会质问，但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静静走进浴室，把门关上，然后开了水龙头，让泪水和热水一起流。外遇就这样无预警地炸开了他的世界。震撼常常不是来自出轨的事实，而是你居然可以这样对我。外遇是婚姻中最像地震的一种灾难，它不是吵架，不是冷战，不是意见不合，而是一个人做了一件彻底破坏信任的事，让整个关系的地基都摇晃了。很多人都以为最痛的是肉体的背叛，其实真正让人崩溃的是，原来你心里有话不跟我说，却可以跟他说。原来你可以在我们的日常里演戏，演那么久。原来我以为我们只是忙一点，其实你已经转身去找另一个人了。外遇真正的杀伤力不在事件本身，而在它揭开了我们一直不敢面对的真相。嘉恩是一个全职妈妈，带2个孩子，家事打点的井然有序。她老公阿力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，总是加班，总是忙，手机永远在震动模式。他不是没有怀疑过，但他觉得自己太多心了。男人嘛，工作忙一点很正常。直到某天，他去孩子学校开会，临时回家拿资料，结果发现家门半掩，一双高跟鞋摆在门口。那一刻，他才知道，那些他以为的正常，其实只是他自我安慰的泡泡。后来阿力坦诚，他让我觉得我还是个被欣赏的人。这句话像匕首一样扎进嘉恩的心里。原来他这么多年尽心尽力，只换来一句你没让我觉得有价值。但更多婚姻里的外遇，不只是不爱，而是另一种迷失自己的反射。外遇的背后不只是背叛，还有寻找。当我们听见外遇2个字，直觉是判死刑。他就是坏人，他就是水性杨花，他们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？这些反应不是没有道理，因为被背叛的那一方本来就有全然震怒、心碎和质问的权利。但如果我们只停在抓到你了的正义之上，就会错过最深层的重建机会。为什么一段关系会走到有人选择出轨？外遇往往是下面这些情感的出口： 1. 我不再感觉被需要； 2. 我觉得我在这段婚姻里消失了； 3. 我只是想找回一点温度； 4. 我不想伤你，但我也不想继续这样过； 5. 我不是想要别人，是想逃离自己。注意，这不是为外遇开脱，而是为你们的婚姻诊断。如果你能看见背后的真相，
你就不只是受害者，而是那个能够走出重建之路的人。那些外遇后的婚姻有没有可能修复？答案是有，但不容易。因为外遇不是一块摔破的玻璃，而是一场地震后的废墟。要重建，不是补一块窗户，而是整个基础要从头来过。重建的第一步，不是叫对方认错100遍，而是双方愿不愿意诚实看见彼此为何走到这里。很多走过来的夫妻后来都说，外遇是我们婚姻的最低谷，但也是我们学会好好相处的起点。我们从来没想过会走回来，但如今的我们比以前更紧密。那时候痛得要死，现在回头看，反而是上天给我们翻新的机会。这些不是神话，而是可能。关键不在于他还爱不爱我，而是你们有没有勇气面对真相，而不是只骂完、哭完、撑完。外遇背后的7个常见真相： 1. 不是想换人，是不知道怎么维持这段关系。 2. 不是追求激情，是逃避麻木的日常。 3. 不是缺爱，而是2人早已停止给予彼此爱。 4. 不是坏，而是累了，没感觉了。 5. 不是外人比较好，而是这里太久没有温度。 6. 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长期疏离后的失控反应。 7. 不是不后悔，而是不知道怎么回头。再次强调，这些不是借口，而是真相。你看见这些，不是为了替他原谅什么，而是让你有机会重新理解这段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被背叛不等于你不够好。很多被背叛的人心中最沉痛的痛，不是那个人离开了，而是不是我不够吸引人？是不是我太无趣、太啰嗦、太没魅力了？是不是我根本不值得被爱？这些声音会让一个原本有光的人变得暗淡无光。但请你一定要知道，外遇是他的选择，不是你的错误造成的必然。有裂痕的婚姻不代表你失败，被背叛的你依然值得爱，依然可以再站起来。你可以愤怒，可以难过，可以哭，可以质问，但不要把对方的选择当成你价值的否定。结语：震撼过后，我们要选择怎么走。外遇真的不是一件可以轻轻放下的事，它震撼你的信任、你的安全感、你的世界观，但它也可能打破那些你们一直没说破的疏离，让你们终于能够诚实谈谈怎么了。破碎不一定是结束，有些婚姻是从崩塌的废墟中重建起更坚固的彼此，但这需要时间，需要勇气，需要愿意看见真相的眼睛。